手机圈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，可以说是千机一面，而不一样的就要说一说这台努比亚的真全面屏了。努比亚 Z60 Ultra 采用的是黑红色的包装，打开之后是一层手机、一层数据线和充电头。机身的正面这一次真的是全是屏，边框额头约 2.73 毫米，左右约 2.47 毫米，下巴约 3.48 毫米，屏占比是非常的高。听筒开在了玻璃上，隐藏的很好。屏幕和机身是直接进行嵌合，是金属包着玻璃的设计，完全摸不到落差感。镜头和传感器都放在了屏幕的下面，日常的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。但是亮度在较低的时候，镜头区域呢会变得更亮，还会出现一个竖线进行变化，而亮度高了之后呢就没有了。激发亮度之下呢，又会出现一个小太阳，就看不出来它之间的差异了。其实低亮度也可以出现一个小月亮来遮盖一下呀。摄像头区域的屏幕分辨率和周围是一样的，像素排列也一样。就是像素的间隙会显得更大一些，其实相当于两个屏幕了。采用的是1:1的屏下像素驱动技术来达到精准的控制显示效果，但是这样的走线会很难绕过这个镜头，所以亮度低了之后，屏幕下面的这个走线就露出来了，跟水帘洞似的。这一块地方它本身是透明的，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完全内外一致，除非搞一个光致变色的材料当基底，透明度可控，就能够完全统一视觉效果了。当然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目前的技术实现了之后，会让手机变得更加的厚重。拍照的方面就相当于隔着一个透明的屏幕来拍，人脸解锁是非常快的，银行软件一般也可以识别，条件太差的话可能会不行。但是拍照的画质还是会明显差一些，通过融合大像素算法和 AI 分布进行优化，比没优化呢是真的好了很多，但是还是比不上旗舰前摄的普遍效果。传感器是 OV12DR-Q， 只有1200万像素，采用的是超薄光学指纹的方案，位置非常的好够，气屏的时候也不需要唤醒就能够直接解锁，不然这个方的机身往下够还真的不太容易啊。这样的漂亮的全面屏就可以做到拍照放大，然后融入环境之中的效果，就跟变色龙似的。边框的表面是细腻的哑光着色颗粒，光线之下反光如同水洼一般。顶部有红外线遥控器，没有扬声器的开孔，而底部是 USB 3.1支持有线投屏 4K 60赫兹。侧面除了熟悉的电源键做成了红色的斜线雕刻之外，还有一个额外的2段式开关，菱形网格雕刻，可以快速的打开相机，这样的摸到手机直接横屏拍照就非常的顺畅了。默认是街拍模式，当然也可以进行功能的自定义，支持 IP68级别的防尘防水，所以也可以水下进行拍摄。背面是玻璃材质，和金属机身的衔接稍微会有点段落感。摄像头区域是多段凸起的设计，竖屏看还是有些怪怪的，而横屏看的话很像是卡门相机。大家知道对象是哪一款吗？摄像头区域也是做了不同的纹路，给人的视觉感受就是镜头好大呀。双闪光灯中间还加了一个传感器，旁边是激光对焦。牛的是闪光灯的补光亮度居然还能够分级进行调节，避免打光过度。机身的厚度是 9.2 毫米，镜头凸起处 14.01 毫米，重量是 248.06 克。拿在手里会觉得方正感非常明显，并不会割手，但是握在这个折上的话还是会不舒服的。其实不追求边框最窄的话，做圆润一点也是可以的。这当真是圆滑当道的锐利一类了。附送的手机壳是透明硬质的，包着4个角，戴上的话感觉好像不太好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细节，分辨率是2840×1116，京东方屏幕 Q9 的发光材料，手动测压亮度是500尼特，全局激发亮度接近1000尼特，峰值1500尼特是比较难测得的。刷新率有60和120赫兹两档可以切换，选择120也只是动态画面或者触控的时候才会触发，其他时候就会自动的降到60，而低亮度之下会统一60赫兹。开发者选项里面也可以锁定刷新率，触控采样率瞬时最大是1200赫兹。频闪是大小波的形式，高于 50%， 接近于类 DC。60赫兹的大波里面又多了3个小波，仪器已经不知道怎么算了。低于 50% 亮度之后会逐渐呈现出 PWM， 是2160赫兹。色彩为 10.7 色，3个色彩模式，默认是标准 93% 的 P3 色域，平均色彩偏离是 2.6， 最大是5。柔和模式色域是 93% 的 R4RGB， 平均色彩偏离是 2.5， 最大是 4.5。鲜艳模式色域是 78% 的 BT2020， 达不到最顶级，但是也还算不错。配置是骁龙8 Gen 3的王者3件套，速度如图。系统的部分基于安卓14，广告少，功能也少，感觉清爽又比较的青春活泼，有一些趣味的功能，比如说摸鱼、跑酷，还有拟物的桌面等等。系统的动画流畅度中规中矩，比最丝滑的那两个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AI 的功能有灵犀的整个一个套装，最基本的像是语音助手识别识图等等都是有的，而高阶的话就没有了。而一些实用的功能，像是抢红包的话也是有的，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自定义，比如说主题的每一个元素都能够改，
甚至摄像头区域的屏幕还能够单独进行微调，真的是相当于2个屏幕了。小双模式最多是只能够存在1个，全屏之下可以变成横屏，但是重力感应有时候并不灵敏。其他的 bug 暂时倒是没有发现。游戏助手非常的专业，有相当多的细节可以进行设置，像是画质滤镜、性能调节、触控微调、音效改变等等的功能都是有的，还支持虚拟的手柄。立体声的扬声器也是支持 DTS 音效，前后的音量相差并不大，而且最大音量是非常响，也有多应用可以分别调节音量等等的功能，就是后盖中间会有一些震颤感。蓝牙也是支持 LDAC 无损，震动的话很弱，其实 X 轴线性马达的最大震感还不错，但是系统震感的波形感觉没有调细。另外像是防误触和快捷功能等等都很全。WiFi 还不支持 WiFi 7， WiFi 6可以达到2401 Mbps， 支持双 WiFi 加速，一个 5G 的话，另外一个就只能是 2.4G。 NFC 也是支持多功能，不过并没有车钥匙，我也并没有找到有电子身份证的功能。另外也支持多屏协同和无线的投屏，续航是6000毫安时电池，比一般手机还是要大上不少的。支持充电分离，插线可以只供电不给电池充电，更好的把控温度，也能够提高电池的寿命，这也是其他手机当中比较少见的。双 C 口最大功率是80瓦，稳定在65瓦，基本上就不带降了。最快是40分钟充到100%，也是兼容 PD、PPS 和 QC5。而亮屏充电就更是强到离谱了，65瓦左右的功率居然可以一直坚持到电池差不多40度才开始下降。而其他手机这个时候能有20瓦就不错了，一般是10几瓦。大部分手机都会在电池28度之后开始逐步的下降功率。最后是拍照，样张我们留到下一期。拍照主摄是 IMX800， 等效35毫米，带 OIS， 视野比起其他的23毫米主摄显得并没有那么的广。而超广角是 OV50E， 等效于18毫米，也有 OIS， 超广角防抖也是非常少见的。长焦是 OV64B， 等效85毫米，也就是 3.5 倍，同样也是有 OIS 光学防抖。努比亚的拍照摄影功能也是极其丰富，可以说是手机之最，我们也下期再展开。好了，我是万雀，我们下期视频接着聊。